如果你的人生一直很努力，卻總感覺像在重複別人的軌跡，那不是你不夠清醒，而是你可能從一開始就拿到了別人的劇本。《太平廣記》不是一本講鬼的書，它是古人留下的一份關於人性劇本的記錄。很多人以為人這一生最痛的是窮、是輸、是沒人幫，但真正拖垮一個人的從來不是這些，而是你明明活着，卻像別人替你活了一遍，到最後你才發現你不是沒活好，而是根本沒有活過自己。小時候別人告訴你好好讀書，長大以後別人告訴你努力賺錢，再後來別人告訴你要買房、買車、結婚、生子、升職、成功，於是你一路追趕，一路比較，一路害怕被落下。你不敢停，因為所有人都在往前跑，你也不敢懷疑，因為所有人都在告訴你這是正確的人生。可你有沒有認真想過一個問題？你今天拼命追逐的東西，到底是你真正想要的，還是別人希望你想要的？如果有一天你終於升職了，終於買房了，終於擁有了所有人羨慕的生活，卻發現自己並不快樂呢？如果你拼盡全力爬上山頂，最後卻發現那根本不是你想來的地方呢？更殘酷的是，大多數人直到老去都不會意識到這件事。他們以為自己在選擇人生，其實一直都在按照別人制定的標準答題。他們以為自己在追求夢想，其實只是在複製別人的答案。1000多年前，宋朝剛結束亂世，一個皇帝做了一件很少有人理解的事，他沒有修城池，也沒有擴軍隊，而是花幾年時間，把幾千本快失傳的書整理成一部500卷的巨著。這些故事不是用來解釋世界的，是用來拆解人為什麼會被困住的。這7000個故事，表面是鬼神妖狐，實際上寫的是人。他真正講的不是鬼神，而是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進別人的劇本。人這一生最怕的不是輸，不是窮，不是沒人幫，而是你拼了半輩子，最後發現你從來沒有活過自己。今天要講的8個故事來自《太平廣記》，他們表面是鬼神之怪，實際上只講一件事：人是怎麼一步一步把自己活進困局的。如果你最近覺得人生越來越累，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你已經在別人的劇本裡跑太久了。真正的覺醒從來不是想明白，而是被生活逼到退無可退。第一個故事裡的郑生就站在這樣的牆角上。郑生是洛陽郊外的寒门書生，擅長騎射。一天酒後縱馬狂奔，忽然天降暴雨，狂風捲着黃沙撲面而來，等他回過神時，已經迷失方向。夜色越來越深，四周荒無人煙，遠處只有一座殘破神廟。鄭生只能進去避雨，可他剛踏進廟門，一個提着長劍的人便從黑暗中慢慢走了出來。那人目光陰冷，上下打量着郑生，越看越覺得不对勁。他是附近流竄多年的盜匪，身上背着命案。他懷疑眼前這個書生根本不是什麼趕路人，而是官府派來追捕自己的探子。空氣一下安靜下來，賊人冷冷開口：“把你的弓弦解下来。”郑生沒有爭辯，也沒有反抗，當場照做。可沒人發現，在寬大的袖口裡，他還藏着另一根備用弓弦。賊人接過弓弦，臉色卻越來越陰沉，因為他忽然意識到自己已經暴露身份。既然如此，為什麼不乾脆殺人滅口？就在他握緊長劍準備動手的時候，鄭生已經悄悄裝好第2根弓弦。下一秒，弓如滿月，箭如流星，冰冷的箭头已經抵住了他的咽喉。賊人臉色瞬間慘白，轉身奪門而逃。就在郑生鬆了一口氣的时候，更離奇的事情發生了。空蕩蕩的廟裡忽然走出一個年輕女子，她跪在郑生面前，說自己早已被那個賊人姦殺拋屍，希望鄭生替她伸冤。第2天天亮，鄭生報官追查，果然在田橫墓附近抓到了那個盜匪。很多人看到這裡會覺得鄭生運氣好，
可真正救他的，從來不是運氣，而是那根備用弓弦。因為人生最危險的時候，從來不是遇到敵人，而是發現你已經沒有第二條路。深夜手機亮起，你發現已經沒有人再主動找你了。失業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除了這份工作你什麼都不会。創業失敗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所有積蓄都壓在同一張牌上。感情結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把整個世界都綁在一個人身上。很多人的崩溃不是因為遭遇打擊，而是因為人生只剩一個答案。當那個答案被撕碎的時候，整個人也跟着碎了。正生留給我們的啟示其實很簡单，永遠給自己留一根備用弓弦。那可以是一筆存款，一項技能，一個副業，一個朋友圈子，甚至只是一個没人知道的計劃。真正厲害的人，不是永遠不會輸的人，而是輸了以後依然還有下一步的人。這就是太平廣記藏在鬼故事背後的第一個真相。在最難的時候，真正救你的不是運氣，是你給自己留的那根備用弦。但更深的真相是，你之所以走到絕路，不是因為運氣不好，而是你從來没有懷疑過自己正在走的那條路到底是誰給你安排的。可後來我發現，比絕路更危險的東西其實是陷阱。絕路會讓你警惕，會讓你拼命求生，陷阱卻會讓你覺得安全、舒服、合理。它不會拿刀逼你進去，它會讓你自己走進去，甚至等你失去一切的時候，還以為那是自己做出的選擇。你以為這些故事是在講命運，其實是在講你是怎麼一步一步接受別人給你的人生的。而比接受更可怕的是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接受了。最可怕的不是你被騙，而是你被騙的时候還以為自己在做選擇。汴州板橋有家客店，老板娘人稱板橋三娘子。白天她笑臉迎客，殷勤周到，可一到深夜，客人睡下之後，她就關上房門，從箱子裡取出一個木偶人，一頭木牛，一把小犁，往地上噴一口水，木偶竟然活了。木偶人趕着木牛犁地，播種、收割、磨粉、烙餅，一夜之間全部完成。第二天清早，他把热腾腾的蕎麥餅端給客人，客人吃完，當場變成一頭驢。三娘子把驢牽進後院，霸占客人的錢財。一個又一個客人消失，從來沒有人懷疑過。直到商人趙繼和出現，他無意中撞見了那晚的一切，可他什麼都沒說，住了一晚，走了。1個月後，趙繼和回來了。真正的高手從不拆穿規則，而是等你自己把自己送進規則裡。這一次，他提前買了普通的蕎麥餅藏在身上。三娘子端來幻術餅，趙繼和趁他去端茶，把盤子裡的餅換掉了。三娘子端着茶回來，趙繼和笑着從自己袋子裡掏出一塊餅說：“老板娘，嘗嘗我帶來的餅。”那塊餅當然沒問題，可就在他遞餅的瞬間，他順勢把那塊幻術餅塞進了三娘子手裡。他不是在對抗他，他是在利用他最自信的那一刻。三娘子咬了一口，下一秒他倒在地上，四肢扭曲，渾身長毛，變成了一頭驢。趙繼和牽着繩把他拉進了後院。從此他騎着這頭驢走了4年。板橋三娘子不是妖，她只是把人生劇本寫成了商品。三娘子輸在哪兒？輸在她以為自己是唯一知道規則的人。她不知道趙繼和一直在等她最放鬆的時候，用她自己的規則反殺她。被算計的時候，最錯誤的做法就是當場翻臉，因為翻臉只會讓對方警覺，讓你永遠失去贏的機會。真正破局的方法只有一個，先看清楚游戲怎麼玩，然後等對方以為你什麼都不知道的时候，用他自己的規则把他自己繞進去。這就是太平廣記的第2個真相，規則如果不是你定的，你就永遠只是規則裡的獵物。真正可怕的不是被設計，而是你一直以為自己是設計者，你只是劇本裡的一個角色。
可有些陷阱是後來才遇見的，可有些牢籠從出生那天就已經關上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這個世界對有些人特別寬容，對有些人卻特別苛刻？同樣一句話，有的人叫自信，有的人叫狂妄；同樣一個錯誤，有的人叫成長，有的人叫沒用；同樣一份努力，有的人得到掌聲，有的人得到一句你本來就該這樣。鄭四娘就是這樣的人。李英赴任途中在故城見到了她，那時的鄭四娘只是別人家裡的侍妾，李英為她贖身，把她帶在身邊。後來他們一起生活，一起養育孩子，一家三口其樂融融。3年時間裡，她溫柔賢惠，忠貞不二，沒有做錯任何事。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，她應該擁有一個圓滿的人生。可命運偏偏喜歡在最幸福的時候翻臉。後來李英押送租糧路過故城，鄭四娘忽然不願離開，她拖了一天又一天，直到最後李英強行扶她上馬。剛出城門，鄭四娘突然大叫一聲，瘋了一樣向前跑去。李英拼命追趕，卻眼睜睜看着她鑽進一個洞穴，消失不見。第二天，人們挖開洞穴，裡面沒有鄭四娘，只有一隻已經死去的母虎，旁邊整整齊齊擺着她留下的衣服和鞋襪。直到這一刻，李英才知道，自己深愛多年的妻子原來是一隻狐妖。可那又怎樣呢？他騙過誰？害過誰？傷過誰？他沒有，他只是愛了一個人，守了一個家。可最後他還是死了。很多時候，毀掉一個人的不是能力，不是品行，而是身份。農村出身的人總想證明自己不比城裡人差，學歷普通的人總想證明自己不比名校畢業差，年齡大的人總想證明自己還能繼續拼。可越證明越累，因為有些人從來不需要證明，而有些人一輩子都在證明。鄭四娘最扎心的地方就在這裡，她明明活得比很多人都乾淨，卻始終擺脫不了狐妖2個字。後來我才發現，人最大的痛苦不是被人討厭，而是活着活着開始相信別人貼在自己身上的標籤。這就是太平廣記的第3個真相，標籤是別人貼的，但撕不撕是你的事。但最殘忍的是，你活了一輩子都在演別人寫給你的標籤。可如果說鄭四娘失去的是身份，那麼接下來這個人失去的就是自己的人生，因為她從小到大都在替別人活着。聂隱娘10歲那年被一個老尼姑帶進深山，從那一天開始，她的人生就被決定好了。每天練武，每天殺人，每天學習怎樣成為一把最鋒利的刀。5年之後，她已經能夠飛檐走壁，取人首級於無形。別人都羨慕她的本事，可沒人問過她一句，你想不想這樣活？第一次執行任務時，她潛入一位大官家中，只要一箭落下，任務就完成了。可就在她準備出手的時候，卻看見那個男人正抱着孩子嬉笑玩耍。那一瞬間，她猶豫了，因為她忽然發現，目標不是一個名字，不是一道命令，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。從那以後，她開始懷疑一件事：別人交給自己的任務，真的就是正確的嗎？後來魏博節度使派她刺殺劉昌義，可見面之後，她非但沒有動手，反而主動留下來保護對方。消息傳回魏博，震怒，於是追殺開始了。京津兒來了，被他殺了；空空來了，他知道自己打不過，於是選擇避開。所有人都覺得，像他這樣的人，未來一定會擁有更大的權勢，更高的位置。可就在所有人期待他繼續往上爬的时候，他卻突然說了一句：“我不去了。”然後轉身離開，從此遊山玩水，再也不參與任何人的遊戲。很多人覺得聂隱娘最厲害的是武功，其實不是。她最厲害的地方是在所有人都逼她往前走的時候，她敢停下來。現實裡有多少人一輩子都沒有這樣的勇氣？
父母替你規劃未來，公司替你規劃人生，社會替你規劃成功。慢慢的，你開始習慣服從，習慣迎合，習慣按照別人的期待活着，最後連自己真正想要什麼都忘了。聂隱娘告訴我們的真相是，一個人最大的自由不是擁有無限選擇，而是有能力对不屬於自己的東西說不。因為當你不敢拒絕的時候，你的人生其實已經被別人接管了。這就是太平廣記的第4個真相，真正的強大不是服從，而是有能力拒絕。但很多人拒絕不了，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執行的是別人的劇本。可比被別人操控更危險的是，有一天你終於得到了自己最想得到的東西。因為很多人直到那時才發現，自己追逐了一輩子的恰恰是毀掉自己的開始。李林甫年輕的時候整天騎馬打獵，不學無術。有一天，一個道士找到他，說：“我給你2個選擇，第一個白日飞升，第二個做20年宰相，1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3天以後告訴我答案。”換成大多數人恐怕都會猶豫，可李林甫沒有，他幾乎立刻做出了選擇。成仙太遠，權力才真實，於是他選擇了後者。臨走前，道士只說了一句話：以後你會擁有別人做夢都想得到的一切，但記住，多積陰德，不要枉殺無辜，否則終有一天你會親手毀掉自己。後來的事情幾乎全部應驗，李林甫一路高升，權傾朝野，滿朝文武都要看他臉色，所有人都覺得他贏了。可權力這種東西很奇怪，得到一點的時候，你會想得到更多；得到更多的時候，你會害怕失去。於是，為了保住位置，他開始排除異己，制造冤案，打壓忠良。曾經那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，慢慢變成了連自己都認不出的模樣。多年以後，道士再次出現，看着眼前這個滿手權勢的人，只留下一聲嘆息：當年那條路我給過你，是你自己走丟了。很多人看到這裡，以為李林甫輸給了權力，其實不是，他輸給的是慾望。他不是沒得到，他恰恰是什麼都得到了，名聲、地位、財富、權勢全都握在手裡。可也正因為如此，他把最重要的東西弄丟了，那就是自己。人生最危險的地方從來不是低谷，低谷時你知道自己缺什麼，最危險的是站上高處以後，你開始忘記自己是誰。這就是太平廣記的第5個真相：權力會放大人性，也會暴露人性。可如果權力會讓人迷失，名利會讓人迷失，成功也會讓人迷失，那麼人這一輩子拼命追逐的意義到底是什麼？接下來那個故事更殘忍，因為有人用20年時間得到了一切，然後又在一瞬間失去了一切。當他醒來的時候，太陽甚至還沒有落山。很多人以為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得不到，年輕的时候沒有錢，沒有機會，沒有背景，於是總覺得只要再往前一步，所有問題都會解決。可後來才發現，有些人真正崩潰的时候，不是在山腳下，而是在山頂上。因為他終於得到了夢寐以求的一切，卻發現那些東西根本填不滿內心的空洞。盧生就是這樣的人。那一年，他窮困潦倒，路過邯鄲，在一家客店裡遇見道士呂翁。2人閒聊之間，盧生忍不住感嘆，自己寒窗苦讀多年，卻依舊一事無成。看着別人高車駟馬，富貴榮華，他滿心不甘。呂翁聽完，沒有勸他，也沒有講大道理，只是遞給他一個青瓷枕頭。你若真想知道自己追求的東西值不值得，就睡一覺吧。那時店家剛把黃粱下鍋，盧生靠着枕頭睡去。可就在這一覺裡，他過完了一生。他中了進士，做了高官，迎娶名門之女，兒孫滿堂，
權勢顯赫，朝堂之上萬人敬畏，府邸之中賓客如雲。他擁有了年輕時羨慕的一切，可後來權力帶來了猜忌，榮耀帶來了嫉妒。有人誣陷他，有人陷害他，有人恨不得將他置於死地。他被貶謫，被流放，被抄家。昔日門庭若市，轉眼門可羅雀。那些曾經圍着他轉的人，一個個消失不見。等到晚年時，他疾病纏身，滿頭白髮，躺在病榻上回顧着一生，忽然發現自己拼命守護的東西，沒有一樣真正屬於自己。就在這時，他猛然驚醒，店裡的黃粱還沒有熟，窗外夕陽依舊掛在天邊。剛剛經歷的一生，不過是一場夢。很多人聽到這裡，會覺得這是神話，可現實中又有多少人不是這樣？年輕時拼命賺錢，以為有錢就能幸福；後來拼命升職，以為成功就能滿足；再後來拼命證明自己，以為被人認可就能安心。可等真的得到以後，卻發現焦慮還在，空虛還在，迷茫還在。因為你以為自己在追求幸福，其實一直在追逐一個幻覺。盧生最可悲的地方，不是夢醒，而是在夢裡活了一輩子，才知道自己追錯了東西。人生最遺憾的，不是沒有得到，而是耗盡一生得到以後，才發現根本不值得。這就是《太平廣記》的第6個真相。很多人追了一輩子的東西，得到以後才發現並不值得。可即便如此，盧生至少還有機會醒來。而接下來這個人更殘酷，他不僅擁有過一切，還把一切都當成了真實。直到最後才發現，原來整整20年的人生，不過是一窩螞蟻搬家。淳于棼年輕時豪爽好酒，整日縱情聲色，從不把未來放在心上。一天醉倒在大槐樹下，忽然來了2個紫衣使者，恭恭敬敬請他上車。車馬穿過樹洞，進入一個從未見過的國度，那裡叫大淮安國。國王欣賞他的才能，把公主嫁給他，又任命他做南柯郡太守。從那以後，他平步青雲，政績卓著，百姓愛戴，兒女成群，權勢顯赫。後來譚羅國來犯，他派兵平亂，大獲全勝。整個大淮安國都在傳頌他的名字，那是他人生最輝煌的20年。可命運從來不會因為輝煌就停止轉動。公主病逝了，朝中開始有人彈劾他，曾經圍繞他的掌聲慢慢變成了流言，曾經尊敬他的目光也開始充滿懷疑。終於有一天，國王召見他說：“你離開家太久了，該回去了。”淳于棼愣住了，他說：“這裡就是我的家。”國王卻笑了：“你的家不在這裡。”話音剛落，他只覺得背後被重重推了一掌，下一秒他猛然睜開雙眼，夕陽還掛在天邊，朋友們還在樹下喝酒。剛剛經歷的20年人生，竟然只過去了不到1個下午。後來他挖開樹洞，裡面是一座巨大的蟻穴。所謂皇宮，不過2隻大螞蟻居住的土台；所謂南柯郡，不過一群螞蟻築成的巢穴；所謂20年功名富貴，不過是一窩螞蟻忙忙碌碌的一生。當天夜裡風雨大作，第2天蟻穴空了，什麼都沒有留下。很多人最害怕失敗，可南柯一夢告訴我們的卻是另一件更殘酷的事。有時候你以為自己贏了，其實只是夢還沒醒。那些讓你徹夜難眠的得失，那些讓你拼命爭搶的位置，那些讓你以為非要不可的東西，放到10年後、20年後再看，也許根本沒有那麼重要。人生最大的悲劇，不是失敗，而是你拼命贏了一場夢，醒來卻發現那根本不是人生。這就是《太平廣記》的第7個真相：人生如夢，可怕的不是做夢，而是醒不過來。但更可悲的是，你醒過來之後，發現自己活了一輩子，不過是在夢裡演完了別人的劇本。可即便如此，大多數人醒來以後，還是會重新回到那場夢裡。
因為他們離不開別人制定的遊戲規則。而最後這個故事裡的人卻做了一件極少有人敢做的事，他沒有繼續贏，他選擇直接離開牌桌。裴慎和王敬博曾一起入山修道，10幾年過去，山中清苦，毫無所得，同行的人死的死，走的走。終於有一天，王敬博受不了了，他對裴慎說，我要下山做官了，修道看不到希望，何必浪費一輩子。裴慎只是笑笑，没有阻攔。後來王敬博一路高中，娶名门之女，做朝廷命官，紅袍金帶，風光無限。所有人都羡慕他的成功，連他自己也覺得當年堅持留在山裡的裴慎大概已經後悔了。直到多年以後，两人在高邮再次相遇。那一天，王敬博乘坐官船，一丈森严，忽然看見一叶小舟從江面掠過，船頭站着一個戴斗笠的人，竟然是裴慎。王敬博把他請上大船，滿臉得意地講述自己的成就，官位多高，權力多大，多少人求他辦事。說完以後，他笑着問裴慎，你這些年過得如何？裴慎只是平靜地看着他，說了一句話，你追求的那些東西，在我眼裡不過像一隻腐爛的死鼠。王敬博愣住了。後來他去拜訪裴慎，穿過荒涼山路，卻看見另一番天地，樓閣重重，花木繁茂，仙樂飄飄。那一刻他才明白，两個人根本不在同一個世界。最扎心的地方在於，裴慎從來沒有贏過王敬博，因為他壓根沒有參加這場比賽。現實裡也是如此。你為什麼會焦慮？因為有人比你有錢。你為什麼會難受？因為有人比你成功。你為什麼會嫉妒？因為有人活成了你羨慕的樣子。可你有沒有想過，也許你痛苦的根源不是輸給別人，而是默認接受了別人制定的規則。裴慎最大的智慧不是修成了什麼神通，而是看透了一件事，這個世界有無數種活法，你不需要贏所有人的遊戲，你只需要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一局。人生真正的自由不是站在最高處，而是在終於看清一切以後，依然知道自己要往哪裡走。這就是太平廣記的第8個真相，最高級的勝利從來不是贏過所有人，而是不再活在別人的標準裡。這也是唯一能讓你從別人的劇本裡走出來的方式。8個故事講完了，正聲告訴你，低谷時要給自己留一根備用弓弦。板橋三娘子告訴你，看不懂規則的人遲早會成為規則裡的獵物。鄭四娘告訴你，標籤是別人貼的，但人生是自己的。聂隱娘告訴你，真正的強大不是服從，而是有能力拒絕。李林甫告訴你，權力會放大人性，也會暴露人性。盧生告訴你，很多人追了一輩子的東西，得到以後才發現並不值得。南柯太守告訴你，人生如夢，可怕的不是做夢，而是醒不過來。裴慎告訴你，最高級的勝利從來不是贏過所有人，而是不再活在別人的標準裡。從絕路到陷阱，從標籤到操控，從慾望到失去，從虛無到覺醒。這8個故事拼在一起，其實只講了一件事，人這一生最危險的不是輸，而是你一直在別人的劇本裡，以為那就是自己的人生。我們都曾經迷路，都曾經執着，都曾經把一些東西看得比命還重。可走到最後才发現，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從來不是你擁有了什麼，而是你有沒有活成自己。很多人讀《太平廣記》看見的是鬼狐妖仙，我每次讀它看見的卻都是人。因為書裡的每一個故事最後照見的都是我們自己。如果今天這幾個故事裡有一個讓你沉默了幾秒，有一句話讓你忽然想起自己的經歷，那麼不妨把它收藏起來。也許未來某一天，當你再次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時，你會想起今天聽到的某個故事。那時候你會發現，真正救你的從來不是故事本身，
而是故事裡那個終於醒過來的自己。我是清醒破局，用古人的故事解今人的困局。如果你也在人生的某個關卡上进退两难，點個關注，下期接着聊。